大家好，我是邱bình，我现在在湖北黄冈的大山里面，这里离当地的一个县城很远呐，70公里，是真正的深藏在大山里面的一个地主庄院。它这个地主庄院非常的与众不同啊。我们经常说广东还有福建有那个围屋啊，它这里呢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地主大院始建于明朝万历时期，大概有400多年。在当地有这样的说法：山为水，水为院。在航拍的画面中，很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一座地主庄院是在大山当中，下面有一条河流，刚好这个山把这条河流包住了，然后河流又把前面那个地主庄院包住了，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一层包一层，非常明显吧。现在这条河流可能水流不是那么大，有点干涸，以前的话水还是挺多的。院为屋，里面房间互相连，并且呢，这个地方的房屋啊，大概是99间。我们发现古代建房子，不管是皇帝建还是普通的地主建房子，它都遵循的跟山有关，跟酒有关。前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个地主大院，有108个房间，那个是跟山，还有呢36天罡72地煞。那这里呢是99，就跟山跟酒有关。它这个是天人合一的道理。现在呢，我们去这个地主大院看一看。这个大院呢，遵循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地主大院呢，始建于明朝万历时期，但是呢，它是后面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呢，重新进行修缮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非常好了，像这个大太阳在这里乘凉，非常不错。我刚刚来到这里呢，好几位那个住在这个大院里面的那个奶奶呀，就坐在这里乘凉，还跟我们聊了一下天。那这种大院，这个门呢，一样的很厚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有15公分，非常重啊。推的话要非常用力，因为古代嘛，它这个门啊都是木头的，所以为了防止什么盗贼呀、土匪呀，它都弄得比较厚一点。我们现在把门关一下看看，啊，这个声音都能听得出来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它这里属于罗氏的大院，就最早的时候是从南昌迁移到长沙，然后迁移到麻城，最终呢来到这个大山里面，真的是非常远呐，很山的地方。你想一想，离县城大概70公里，能不山吗？它呢当时也是经过好几代人发家的，最早的时候是开始经营中药，东西宽93米，南北进深39.45米，占地面积呢大概是2788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大概3000平方米。整个建筑呢整体是坐北朝南，平面呈一个凸字形，为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。它里面呢有很多院落合围而成，就是说相当于是先建了主屋主院落，然后两边的那个厢房宅门都是为了主屋而扩建的。它这里总共有3个院落，内部呢也是采用那个我们说的回廊相通，所以呢跟其他的地主大院一样的户户相通。一进入这个大门，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天井，整个这个房屋啊也是有30多个天井的，也是跟山有关。那这里呢也可以称为四合院。那这边就是相当于主院落，两边呢同样是扩展的，就是当时建造这个房屋啊，他的后代就居住在两边。那么他的相当于那个地主的那个老大呀，就是住在这里。同时呢，这个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有点像歪门一样的，不是正北，也不是正南，应该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呢外面大门啊，如果说假如一打开，刚好是在中轴线上嘛。如果门是我们说正北的话，正南的话，它就那个外面能看到里面嘛，所以可能就弄了一下歪门，外面看不到里面，起到一个照壁的作用。这个地主大院还有一个特点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，就是它在每个门上面呢有一个戏楼，像这个大门进来有一个小的戏楼，然后等一下其他的院落呢进去呢有个大的戏楼，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因为它这样大的地主家里嘛，经常我们说的婚丧嫁娶，还有呢老人做寿，那在当时呢就会请人在这个上面，某某某来了，
就是先在这里看到有一些简单的表演，就相当于欢迎嘛，哪个长辈来了，哪个亲朋好友来了。那到了里面呢，它的戏楼可能才是真正的表演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就非常有特色。等一下，我们在其他的院落还能看到更大的戏楼，也就是说，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院嘛，我们说的四合院一样的，所以来的客人基本就会在这里站一下。那一般的话，他打个比方说，地主的族长就会站在这里迎接，或者是派他的儿子在这里迎接，那么这里就全部能够看得到。所以这个也算是这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。我现在是站在另外一种院落，去里面看看，应该这个是他为了他后代修建的。同样的，这个门也是非常大的，里面的空间呢，真的是与众不同。有一点呢，我们现在从大门进来，它跟外面那个主大门是一样的，看到我头顶没有？它是有阁楼，其实顶上呢就是戏楼，我们往前走一点就知道了。然后这里呢也是一个大的天井，像这些古宅天井是非常多的。而且这个空间非常大呀，它这里相当于就是说一个大厅、客厅，然后以前的这里呢，其实有很多座位的，因为前方我们刚刚说进来有一个戏台，那么很多人就会坐在这里看戏。它这个样子在古代大家知道啊，一个地主假如说有2个小孩或3个小孩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现在可能说如果有几个小孩呢，可能就是1个人1个房间。那么在当时地主家里可不一样啊，他是1个儿子1个院落1户人家。啊，你好。你住在里面是吧？住了多少年了？住了多少年？这多少年了？那自古以来是在这儿的，在这儿。你就从小在这里长大是吧？也是姓罗了。都是姓罗。现在这里面住了多少户人家？10几户。刚刚我们碰到一位大叔，他在这里居住了好多年，等于是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成家。刚刚他就砍了一些柴回来。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讲，在古代呀，大家看电视也知道，一个地主家里呢，地主是老大，然后呢，他可能有很多小孩，那特别是有一个孩子呢，如果是继续接任他的那个我们说的家产的话，就变成到时候要搬到主院落去。那么打个比方说，第2个儿子、第3个儿子呢，那么重新再单独的一个院落，就跟刚才我们一进来说左右两边有个院落一样的，它这里就是看到没有，这个戏楼是不是比我们刚才大门那里进来的更大？它是不一样的。大门那里那个戏楼呢，相对来讲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它是比较有特点的。它那里呢，主要是为了迎接宾客的，然后这里呢，相当于是真正的表演的地方。所以说还是有区别，所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这个戏楼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在这个院落里面，刚才也说了，它所有的大门上面都有一个戏楼。我们看了这么多地主房屋，很多人会说啊，它房屋密密麻麻的，怎么采光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天井采光形式，好不好看？现在刚好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，因为它这个是坐北朝南嘛，你看看这个明显的太阳光照射起来，特别是冬天比较明显的。所以说，一般的话，住的房屋啊，天井旁边光线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是靠里面一点的话，就非常昏暗了。那刚好这个连续2个天井啊，刚好下面呢有2个，相当于我们说储水的。这个地方还得说一下，有天井，下雨水会下来，但是在整个房屋里面呢，就这个大院里面看不到下水道的。这个为什么？就在天井下面，水自然通过地下通道下去了。这个在古代啊，很早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了地下排水系统，它这个跟外面那个池塘是连接起来的，就是水全部进入到那个池塘，相当于聚集气一样的，讲究了一个风水学的道理。它这个水就是通过下面那些流出去了，所以整个这个房屋下面呢，都有一个完善的排水系统。走完了这个旁边的院落，再去它的后面看看。这后面又是别有洞天了，它这些其实相当于门是木头的，然后是砖木结构的嘛，就我们经常说的砖，包着木头金包银一样的。看看这里，又是一个大的天井，然后排水的话是非常完善的，就这些地方你下再大的雨呢，也是不怕的。那这个后面以前也是一个房屋，接官厅、展览室。
估计里面展示的是以前地主迎接官员一些资料、一些展示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，因为在古代进出大院它是有规定的，什么人走什么门，全部是有详细的我们说的礼制。太大了，它这里很多雕刻啊，石雕可能被破坏了。那这里又是一个大的天井，30多个天井啊。像这些都是一些黄泥砖的，这个就是应该近代什么时候弄的。这个相当于到第一重圆楼的后面来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多个房屋。那有一点呢，可以看到这些墙上面全部熏黑了。那我猜想这些可能在很早之前呢，属于厨房。那这里还住了一些人，这里差不多6个房间，所以单单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都有6个，整个里面是99个，还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走到这样的回廊上面，你看看这里呢，如果房屋出来，就可以走到这个回廊上面。同时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有个房屋，那这边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它整个房屋啊，全是一个回字形一样的。那这里也有一个房屋。这个天井，我现在的感觉都可能不止30多个，可能是修建的时候30多个，后面增加了一部分。在这个房屋采光还是挺好的。哇，大家看看这个地方，宽不宽敞？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个了。那这里呢，可能就是我们说农民干活用的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说种田经过几道手续呢？第一个是犁，把它翻过来；第二步用这个把它大的弄碎；第3个呢，基本上就把它弄平，之后才能插秧。所以说，这个都是有程序的。这个是荡走廊，就这2个啊，有这样的说法：乘凉避暑晒太阳，就是说夏天乘凉，冬天晒太阳；老人休闲谈家常，就是说如果是冬天的话，到了中午太阳在这里，这里住了一户人家，这里住了一户人家，大家呢拿个凳子就在家门口聊天谈家常，小孩结伴捉迷藏。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房屋太多嘛，所以呢，小孩呢躲在哪个地方，大家都找不到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说刚来这个地方的人，你如果晚上走在这个大院里面了，有可能会迷路的。现在去这个地主大院的主院落看一下，它这个门是歪门，我们说歪门邪道，它这里不是呢。我们刚才也解释了，它这里可能是不让外面看到里面的布局，因为讲究低调嘛。那来到这里面，首先看到的就是2个天井。它这个地方天井啊，还是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说它这个水怎么排出去，排到外面的池塘，到现在还没有破解。但是总体的话，应该我们猜想的话，就是它下面呢有一个地下管道，还是怎么弄的。一般的话，大的地主院落都是靠天井排水的。那像这些啊，我估计呢，应该是重新修建的，因为差不多400年，不可能保存的这么完好。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天井，我看资料说，它这里天井的排水系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同时，我还有一个觉得非常奇怪的，走了这个地主大院里面，所有的天井下面都是放了碎石。我们平时看其他的地方，都是相当于是那个条形石嘛，它这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看看，下面都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看了其他很多地主大院，它有很多雕刻，木雕、石雕。然而来到这个地主大院呢，木雕和石雕基本看不到了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个地主大院里面，其实现在还住了10几户人家，基本是住了一些老人。那么原来的地主去哪里了？其实老样子，基本上也是后面慢慢的衰败了，家产破败，就只留下一些房子在这里了。
基本上大部分地主都是这样的。但是通过这个大院的豪华，就能够想象得到，当年这个地主的财力非常雄厚，因为一般人也建不起99间房子的大院，特别是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想建起这样一栋豪华的大院，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，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能够建得起来。尽管说这个大院里面没有那些木雕和石雕，但是也是非常豪华的。